你以为抢到英伟达的芯片就算握住了 AI 时代的船票吗？现在很多 AI 公司发现最贵的 GPU 买回来了，机房也建好了，最后卡住他们的不是算法，而是一件更土、更硬、更现实的事。电网容量不够，项目并网排队，冷却和用水审批卡住，周边社区反对。几千万美元的芯片如果只能半载运行，投资者账户里看到的就不是 AI 高增长，而是资本开支越来越重，利润率越来越难看。就在最近，核能创业公司 Valar Atomics 做了一次很有信号意义的演示，用自己的 Ward 250微型反应堆产生电力，点亮 NVIDIA 的 AI 设备。注意，我这里说的是演示，不是商业化量产，也不是大型数据中心已经投产。但它抛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，如果 AI 工厂未来可以绕开传统电网，真正的收费站还会只在英伟达手里吗？这期视频我们就把这件事拆清楚。第一，为什么一个小型反应堆点亮 NVIDIA 设备会让 AI 产业链的逻辑变了？第二，为什么 AI 缺电不是普通缺电，而是会影响云厂商利润和普通投资者账户的硬约束？第三，核电、电力公司、微型反应堆这些方向，哪些是已经有现金流的收费站，哪些还只是高波动的远期故事？先把这件事翻译成人话。过去2年，大家谈 AI 投资，眼睛几乎都盯在英伟达身上，谁能拿到 H100， 谁能拿到 Blackwell， 谁就像拿到了新时代的入场券。于是市场一路追 GPU、HBM、先进封装、光模块，逻辑没有错，因为那个阶段真正稀缺的就是算力。但产业链每往前走一层，新的瓶颈就会暴露出来。厨师请到了，才发现厨房燃气不够；跑车买到了，才发现赛道没批下来。IC 也是一样，芯片越来越强，模型越来越大，数据中心越来越密，最后所有东西都压到一个底层问题上：电够不够，稳不稳，能不能准时接上。Valar 这次演示的意义不在于它发了多少电。公开资料显示， W250 是一台100千瓦热功率级别的反应堆，演示时并没有满功率运行，靠热电转换给 NVIDIA 的 AI 设备供电。这个规模放到大型数据中心面前，当然很小，但它真正证明的是另一件事： AI 计算的能源供给正在从传统电网思路走向本地化、模块化、闭环化的想象空间。今天它只是点亮一台设备，明天市场想象的是30兆瓦级别的闭环 AI 工厂，后天云厂商真正关心的是谁能让 AI capacity 不被电网和冷却卡住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核电会突然站到 AI 舞台中央，因为 AI 工厂需要的不是普通用电，你家里的电器开开关关负载有高有低，普通办公室晚上还能休息。 AI 数据中心不是这样，无论是训练大模型还是大规模推理服务，它要的是长时间高密度稳定的负载。你不能让模型跑到一半等风来，也不能让客户的 AI 服务因为并网扩容没完成而排队。风电和光伏很重要，也越来越便宜，但它们有波动。储能可以补一段，但要支撑几十兆瓦、上百兆瓦的长期算力负载，成本和规模都不轻。天然气发电灵活，但要看管道、燃料价格、排放和地方审批。传统大电网稳定，可大型数据中心并网扩容往往要走很长流程，还会遇到土地、用水和社区接受度问题。所以 AI 缺电不是一句多建电厂就能解决，它缺的是24小时稳定，不轻易受天气影响，能贴近数据中心，能承受高密度负载，还能在监管和社区层面跑通的电。核电，尤其是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和微型反应堆，正好击中了这个想象空间。它的卖点不是今天就比所有能源都便宜，而是稳定、低碳，占地相对集中，可以和特定高负载场景绑定。对 AI 工厂来说，稳定本身就是价值。你要理解一个关键变化，过去电力对科技公司来说像水电费，是后台成本，现在它正在变成前台战略资产。谁能锁定稳定电力，谁就能更快交付 AI 算力。谁被电网、冷却、土地和社区卡住，谁的 GPU 再多，也可能变成等待开机的昂贵库存。这就是我说的收费站迁移。第一阶段，收费站在 GPU， 英伟达有定价权，因为所有人都缺芯片。第二阶段，收费站在 HBM 先进封装、光通信，因为芯片要真正组装成算力工厂。第三阶段，收费站可能来到电力，谁能让 AI 工厂持续运转，谁就掌握新的议价权。那么谁可能站到这个新的收费口上，大概分3类。第一类，
是已经拥有成熟电力资产的公司，尤其是核电和独立发电资产，像 CGVs 这类市场关注度很高的名字，本质上被重新定价的不是他们突然变成科技公司，而是他们手里的稳定电力。在 AI 数据中心扩张中变稀缺了。过去市场看公用事业，觉得增长慢、估值低、想象力有限。但当云厂商和 AI 公司愿意签长期供电合同，稳定电力就不只是商品，而是交付 AI capacity 的门票。它卖的不是简单1度电，而是确定性。当然，这一层也不是无脑利好。电力合同释放收入需要时间，资产已经被市场预期重估，估值里可能已经包含了很多 AI 溢价。你不能只听到 AI 用电需求爆发，就默认所有电力股都会继续涨，要看具体合同、价格机制、交付时间和估值预期。第二类是 Vela Atomics、Oklo 这类先进核能和微型反应堆公司，他们的想象力最大，因为他们讲的是另一种数据中心形态，不完全依赖传统大电网，尽量贴近负载，用模块化能源给 AI 工厂供电。这类公司的故事很诱人。Vela 和 NVIDIA 相关合作讨论里提到过30兆瓦级别闭环 AI Factory 的方向。Oklo 也和 NVIDIA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推进过核燃料验证和核动力 AI 工厂相关合作。爱达荷国家实验室与 NVIDIA 也在用 AI 加速核能部署方面做合作。这些都说明 AI 和核电不是简单蹭热点，而是双方都有需求。AI 需要更稳定的能源，核电也希望用 AI 缩短设计、建造和运营周期，但这也是风险最大的地方。微型反应堆从演示走到商业化，中间有6道硬门槛：安全验证、监管许可、燃料供应、融资能力、成本控制、长期运维。任何一道卡住，时间表都会往后拖。所以你不能把技术演示当成商业订单，不能把合作方向当成收入，不能把未来 AI 工厂的想象直接折算成今天的利润。资本市场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把可能发生提前当成已经兑现。第三类是云厂商和数据中心运营商，他们不是卖电的人，但他们会越来越像能源资源整合者。未来微软、亚马逊、谷歌、Meta 这些公司竞争 AI， 未必只拼谁买到更多 NVIDIA 芯片。芯片大家都想买，差距会逐渐转向谁能更早锁定电力，谁的数据中心并网更快，谁的冷却方案更稳，谁的 AI 毛利率更能扛住资本开支。同样一颗芯片，如果你的电力成本更低，供电更稳，数据中心上线更快，你就能用更低成本交付同样算力。这个优势长期看会非常硬。这就是为什么普通投资者不能只看发布会，以后看云厂商财报，除了看 AI 收入，还要盯资本开支、折旧、电力合同、数据中心上线节奏。AI 收入如果增长很快，但每1美元收入背后要堆更多电费折旧和融资成本，那市场迟早会重新算账。讲到这里，我必须再浇一盆冷水。I 镜头是电力，不等于核电股都能买。这句话如果被市场喊成口号，就会变成新的接盘陷阱。核电是慢行业，芯片可以几年换一代，软件可以几周迭代。核电项目不是这样，监管许可、示范运行、燃料供应、商业运行，每一步都以年为单位。小型反应堆即使方向对，也不代表短期能大规模铺开。而且小型核电今天的优势不一定是便宜，它更像是在特定场景里用灵活、稳定、不依赖传统扩容节奏来换取价值。如果未来成本降不下来，它就只能在高价值、高负载、高约束的 AI 场景里成立，而不是到处替代传统电力。所以这条赛道真正要看的不是新闻标题，而是3个指标。第一个指标，有没有真正落地的长期购电协议？不是战略合作，不是联合研发，不是意向框架，而是明确年限、明确容量、明确交付时间的供电合同。合同越具体，商业确定性越高。第二个指标，有没有从演示走到稳定商业运行？一次点亮设备是技术信号，长时间给真实数据中心供电才是商业信号。两者之间隔着安全、成本、运维和监管。第三个指标，监管和燃料端有没有实质进展？核能行业不能绕开监管，设计认证、建造许可、运行许可、燃料供应链，这些节点比10个漂亮的合作公告更重要。等你看完这3个指标，再看估值。如果一家公司股价已经提前反映5年甚至10年后的成功，那即使方向对，投资回报也未必好。赛道不等于好买点，长期逻辑不等于短期收益，这就是今天这件事给我们的真正提醒。过去几年 AI 产业链每一轮机会都是沿着瓶颈往下传，
最早是算法和模型，后来是 GPU， 再后来是 HBM 先进封装、光模块。现在电力和能源正在站到台前，真正的长期投资者不会只问哪只股会涨，更好的问题是这轮 AI 扩张的下一层硬约束是什么？谁控制这个约束？它有没有合同？有没有收入？有没有利润？估值里已经提前吃掉多少未来 ？Valar 点亮 NVIDIA 设备这件事儿本身还很早，也很小。但它像一个信号，提醒我们 AI 工厂不是飘在云上的，它最终要落在土地、电网、冷却、监管和现金流上。如果你只看英伟达，就会觉得 AI 的故事已经很拥挤。如果你顺着产业链往下看，就会发现每一层繁荣都会把新的收费站推到台前。但最后一定要记住，演示是演示，订单是订单，收入是收入，利润是利润。能把这4件事分清，你才不会被每一个核电点亮 AI 的新闻标题带着走。AI 时代真正稀缺的可能不只是芯片，而是让芯片24小时稳定工作的底层资源。谁能把这个底层资源变成确定性，谁才有可能成为英伟达之后的下一个收费站。今天内容只是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任何标的都需要你结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专业意见独立判断。我们下一期继续沿着 AI 产业链往下拆，看哪些机会是真瓶颈，哪些只是市场情绪。